原来徐峥当导演竟然是被逼的。你知道徐峥为什么做导演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找他演戏啊。有人说徐峥拍电影就像打开了印钞机，从2012年泰囧的12.67亿，到2015年港囧的16.13亿，再到2018年我不是药神的30亿，徐峥无疑是个天才导演。然而如今的成功却是他和自己头发死磕的结果。1972年，徐峥出生于上海，他从小便展现出过人的艺术天赋。3年级时开始在剧场演戏，到了高中还被拉去和国家一级演员奚美娟对戏。1990年，徐峥如愿考进上海戏剧学院，那时他自信满满，顶着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，梳着时下最流行的3-7分发型，还时不时去当发型模特。然而到了大二，命运却给他开了个玩笑，20岁不到的徐峥波霸了。刚开始徐峥非常着急，用尽各种民间秘方治疗，还是止不住发际线的逐步上移。气急败坏的徐峥跑去买了很多帽子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除了绿帽子，所有颜色的款式他都有。然而这只是自欺欺人。于是本来想做偶像派的徐峥狠了狠心，决定走实力派。他跑去理发店直接剃了个光头，成为了上海戏剧学院最会发光的脑袋。毕业6年，徐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、收入惨淡的话剧演员。快要而立之年的他一贫如洗，为了生存，徐峥只好放弃话剧，外出接戏。然而等他正式踏入影视圈，在遭到了无数次拒绝后，他终于明白，以自己的硬件条件，不管秃不秃头都没有戏拍。就在他准备放弃之时，一位同样是光头的制片人找到了徐峥，问他愿不愿意演一只猪。其实徐峥能演春光灿烂猪八戒完全是意外，当初投资方完全看不上这部剧，连连撤资，导演没办法，于是对外放话，谁出资谁来演主角。当时圈里人都觉得这个导演疯了，你一部小成本制作，既要演员拿钱，还要演一头猪，哪有这种冤大头？徐峥偏偏愿意。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翻盘机会，于是押上了全部身家，决定赌一把。这是桂枝，这是冬月，这是夏荷。事实证明，徐峥的商业眼光真的很好。随着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热播，徐峥一炮而红。那时他火到什么地步呢？下楼吃面都会被旁边的小孩指着大喊，大家快看，这是猪八戒。他去银行取钱，银行柜员微笑对他说，徐先生您好，回头就跟同事说，给猪八戒先生拿2万块钱。虽然因为一头猪爆红有些无奈，但猪八戒这个角色已经是徐峥当时最好的选择了。也正是因为这部剧，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陶虹，后来2个人顺利步入婚姻殿堂。然而即使爱情事业双丰收，徐峥依然不开心，因为他始终接不到自己满意的角色和剧本。思虑再三，徐峥决定再赌一把，转行做导演。不料在起步阶段，资金的筹备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徐峥和王宝强明明之前好的可以穿1条裤子，却在拍完泰囧后结下了仇。徐峥后来还在公开采访中表示，无论票房有多高，我都不会再用王宝强。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要从囧系列第1部《人在囧途》说起。当年《人在囧途》的爆火让徐峥看到了囧系列的前景，他决定自己当导演拍一部续作。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新人导演，很多人并不看好这部续作，也没人愿意投资。徐峥砸锅卖铁，倾家荡产才凑到了3000万的投资。这点钱扣除拍摄成本，根本不剩多少，更别说请到什么大牌演员了。无奈之下，徐峥只好求助自己的好兄弟黄渤和王宝强。王宝强很老实，看兄弟经费紧张，于是只要了200万的超低片酬。而黄渤也很够意思，他表示自己可以不要片酬，但以入股的方式参与拍摄。如果电影票房好，他就拿分红；如果电影赔了，他也认了。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泰囧不仅票房大卖，而且一举刷新了国产片的票房纪录。黄渤更是凭借300万的投资拿到了5000万的分红。不让你把3封钥匙给砸了吗？我以为他要开那个车呢，我就没把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拿这辆车的钥匙呢？为什么？王宝强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的戏份比黄渤多，结果自己只有200万的片酬，人家光分红就比自己多几十倍。这也就算了，真正让王宝强心寒的还是2016年的马蓉事件。由于当时王宝强的财产被马蓉偷偷转移走，他连打官司的钱都没有。就在他最难的时候，作为好兄弟的徐峥却拒绝借钱，而陈思诚则在第一时间转了300万给王宝强救急。这波雪中送炭让王宝强彻底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的兄弟。于是港囧开拍，不见王宝强的身影，他转头进了唐探剧组，和导演陈思诚称兄道弟。
最近咱一直在路演完了之后，很多有观众都说，宝强，我们知道你为什么没演那个什么囧了，你就知道哈，就泰囧之后那个拍这戏，我们都懂你。离开了王宝强，徐峥并没有一蹶不振，反而很快靠一部《我不是药神》证明了自己。可在拍摄这部戏时，却也是一波三折。最让徐峥头疼的就是女主的人选。刚开始他看中的是杨幂，但杨幂在认真看过剧本后，发现这个角色要跳钢管舞，于是婉拒了。徐峥不死心，又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国民女神的女明星，结果被狠狠羞辱。这个演员特别奇葩，他就说啊，我们现在只演这个10亿级别的电影。徐峥很生气，当即怼了回去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电影不是10亿呢？这个不去说它啊，就你不能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标准。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故事啊？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人物啊？看到徐峥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，好友宁浩便向他推荐了谭卓。当时的谭卓已经35岁，没有任何舞蹈功底，但为了电影里那一小段钢管舞，他特意花了1个月的时间学习，甚至不惜练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。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去演一个跟舞蹈专业有关系的这样的角色，因为我的形体条件是非常差，腿上只要管接触的地方全都是渗透的烂的那种感觉。好在付出总是有回报的，最终《我不是药神》收获了30亿票房，拿了无数大奖。只是不知道当年那位女明星看到电影票房后是否哭晕在厕所。华表奖的这一页将影帝徐峥在圈内的窘境暴露得淋漓尽致。当天徐峥的状态明显不佳，即使斩获优秀导演奖殊荣，可登台领奖的他却笑得很勉强，而身边的人也似乎当徐峥不存在。比如章子怡穿着恨天高一路小跑，就为了跟沈腾拥抱一下，却偏偏把旁边的徐峥忽略掉了。要知道他们曾一同出演过电影，一起做过直播，看上去感情非常好。不光是章子怡，其他人对徐峥也都是一副敬而远之的态度。由此可见，徐峥的咖位已不复往日。要说昔日影帝为何落得如此窘境，离不开他之前得罪同行那件事。2020年，徐峥的一部《囧妈》让他遭到了整个电影行业的封杀。作为春节档的种子选手之一，打着囧系列的金字招牌，《囧妈》一直备受关注，也得到了全国各大院线的鼎力支持。徐峥甚至签了保底协议，一旦完不成预期的24亿票房，他和投资商就要面临赔本的风险。然而，《囧妈》的预售票房和口碑却不太理想，被同一时间上映的《唐探3》吊打，徐峥心急如焚。很快，随着疫情的突然爆发，各大影院纷纷停业，各种影片也撤出了春节档。就在此时，徐峥下了一步险棋，为了不输协议，他直接将电影《囧妈》以6.3亿的价格卖给了某网络平台，让全国观众免费在手机上观看。此消息一出，立马引发了巨大轰动。徐峥此举自然是很多观众喜闻乐见的，大家纷纷夸赞徐峥人品好、心地善。但他绕过院线方，直接卖给平台的做法，却破坏了电影行业的规矩，引起了众多圈内电影人和院线的集体抵制。陈思诚第一个站出来发微博，表示电影从业者不能干折损同行的事情。这个时候应该是大家所有拍电影的电影人同舟共济的时候，然后互相帮助。我没有考虑，完全一点没有打动。与此同时，电影院线也纷纷站出来抗议，认为徐峥背信弃义、破坏规矩，要求他滚出电影圈。得罪电影院的下场就是排片被大大降低。之后，徐峥的新片《爱情神话》即使口碑不错，但上映1周排片就几乎被砍没。不管怎么说，彼时的徐峥手握多部代表作，在观众心里的口碑也好，这件事对他造不成多大的打击。可很快，老婆陶虹就给了他致命一击。2022年，陶虹、张庭因涉嫌传销这件事被处以113亿元的罚金。此事一出，瞬间轰动全网，大家纷纷表示，这些明星可真是平易近人，天天中500万，连续中6年才能见到这么多钱。夫妻本是一体，陶虹出了事儿，徐峥自然也受到牵连，导致口碑滑铁卢，甚至在国外拍戏都被猜测是卷款潜逃。这一次，他算是彻底无法在娱乐圈站稳脚跟了。